注意，左边在国行版上消失的 VPN 菜单，现在全家桶全齐了。Dashboard、原生的 OpenVPN， 还有大家最想要的 WireGuard 客户端和服务端，甚至连 Tor 都有。懂行的应该知道含金量。还没完，进波动开关主页，原本空空如也的物理开关，现在你也可以一键绑定 VPN、Tor 或者 AdGuard Home， 咔嗒一掰，全家起飞，这才是终极形态。各位小伙伴们，好久不见！今天我们不挤牙膏，不讲废话。如果你手里也有一台 GL-NET 路由器，正被国行版折磨得欲哭无泪，那这期视频就是为你量身定做的。不仅不用刷机，而且稳定无 bug， 最重要的是后续系统升级也完全不受影响。看到国际版和国行版的巨大差异，相信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是固件不同。那我们先去国际官网看一眼，可以看到 MT3600BE 最新的系统是 4.8.7， 官方也给它标注了一个唯一标识，尾号是 879F。 同样的，我们再转头去国行官网瞧瞧，最新的系统也是 4.8.7， 再对一下它的唯一标识，同样也是 879F 结尾。这两个固件不是差异小，而是压根就没有差异。既然连唯一标识都完全一样，那事情就有意思了。同一套系统，为什么国行版就成了阉割版？这说明官方根本没做两套固件，而是在机器底层塞进了一个隐形的身份标签。没错，就是区域代码。我们不搞那些复杂的底层魔改，直接抄 GitHub 的作业。首先复制第一条命令，进入路由器后台，直接粘贴。看到没？当前区域显示的确实是 CN， 跟我们网页后台看到的一模一样。接下来复制第二条命令，这一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。我们直接把区域修改为 US， 改完之后别着急退，记得顺手执行一下 sync 命令进行同步。我们重新运行一下第一条命令。OK， 区域已经变成了 US， 封印解除。最后再给这台路由器来个全身洗礼，直接输入 reboot 重启命令。好了，路由器重启完了，登录网页后台。发现除了左上角的 CN 标识消失以外，界面还是老样子，什么都没有多。我以为我已经找到了答案，但其实还差一步。我们去右上角把系统语言随便切换一下试试。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，看左边，刚刚空空如也的侧片栏，国际版专属的 VPN 菜单直接刷了出来，什么 WireGuard、OpenVPN、Tor 全员归位。我们再点击系统，看看这个切换按钮设置，看见没？波动物理开关现在也被注入了灵魂 ，VPN、Tor 还有 AdGuard Home 一键开启和关闭功能全部解锁。到这一步，国行版的隐藏机制全盘激活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功能其实一直存在，只是系统在不同的条件下选择显示或者隐藏它们。那么问题就变成了 GL-NET 到底还有多少隐藏功能是我们看不见的？你以为改完区域和语言，我们就拿到最终答案了吗？太天真了。我们再来对比一下 GL-NET 官方的手机 APP， 在软件包页面里，国行版 APP 直接隐藏了 VPN、Dynamic DNS， 还有 Tor 和 AdGuard Home。点进波动开关设置，
国行版也依然少了 Edgaard Home、Tor 和 VPN。不管你在路由器上怎么修改，只要你用的是国行版 APP，这些功能它就是死活出不来。看到这里，我才意识到，问题从来不是这台机器有没有这些功能，而是系统在不同条件下决定让你看不看得见它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的揭秘隐藏机制对你有所启发，或者帮你省了折腾的功夫，请点赞、分享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，这对我非常重要。我们下期见。